主编索恒老师终于和好了。啊！你干嘛？你还给我！我要叮嘱他的身体状况。果然是鸭妈妈呀。他是我的作者，我不关心他，谁关心他？我也是你的作者，我写稿的时候怎么没见你这么关心我呀？说到写稿，对于你的新作品《黄泉客栈》，我有了很多新的思路。等等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把《黄泉客栈》签给你了？相信您看了我这份编辑计划，一定会明白我就是你最好的选择。无论是从画手还是封面，我都做了最详细的计划。准备还挺充分，还随身携带呢。数量也挺多的，都快出一本书了。这可是我全新的诚意。什么是全新的诚意？既然每一本作品都是不一样的，就该有全新的诚意，把每一次当你编辑的机会都当成是第一次，全力以赴。怎么突然间就这么着急要签《黄泉客栈》了？很多人都着急要签你吧？是吗？没有什么别的理由了？还有，要是让谢琴老师知道是为了替别的作者争取权益才着急要签他，他的自尊心肯定接受不了。还有，能做上你的编辑，那就是至高无上的荣耀。你确定？哎，怎么夸你了，你还走？哇，索恒老师不愧是专业的，才半天的时间就已经写出了3道选题。喂，于主编，收到索恒的选题没？收到了，正在看。你转一份给夏老师。还有，我已经拜托过周川老师了，跟他说希望签下他的新书，这样索恒才有再度连载的机会。周川老师果然是个有风度的人。没有表示任何的不高兴，而且还说他表示理解。啊，你已经都告诉他啦？周川老师是个聪明人，与其被别有用心的人告知，还不如我们先坦诚相告。哦。周川老师，看你奔波了一天，怪劳累的，特地为你切了盘比以往多2倍的水果。切成这样我不吃。这样是哪样？不就是正常切片吗？抱歉，周川老师，没有告诉你索恒老师的事情，主要是怕你误会。误会什么呀？我是这么小气的人吗？不是的，就算没有索恒老师的事情，我也是真心诚意的想要签下你的书。哎，我头皮都要被你搓飞了。这2天我要全神贯注地写《黄泉客栈》的大结局，没事别来敲我门，吃饭也别喊我，把吃的放门口，饿了我自然会开门的。老师，你的《黄泉客栈》要签给谁呀？签给那个成天叫嚣着每份诚意都该是全新的、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编辑。真的吗？谢谢周川老师。哎，这六耳猕猴的专题，索恩想的？
是的，这个选题和另外2种风格完全不同，直接跳出了月光杂志在女性作者方面一直坚持的暖萌轻松套路。个人觉得题材非常新颖。我觉得不错。借佛道之真，用具象化的方式表示出来。哎，你可以问问他，那如来那句“法不传六耳”有没有其他的解释？好的，我会转达他的。谢谢夏老师提点。夏老师，其实我觉得，就算没有签下周川老师的新书，索恒的这篇大纲已经是很有水平了。我觉得以平时我们月光的选文标准，肯定能入选。确实，只有好的作品呢，才能堵住悠悠之口啊。虽然这一次呢，保住索恒的条件是先签下周川，不过要走好这条路，还靠他自己。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，周川老师已经答应把他的新书签给我了。真的假的？对，就在等他写完，他就同意直接签合同，大概书展之后。太好了！哎，那你赶紧推荐合同，因为这次书展和春节是连在一起的，尽快出合同。好的。对，书展安排怎么样了？哎，杨总说了，这3年的书展呢，总销售额呢要达到200万，比去年呢还高出2成，又是一场硬仗要打。书展这边您放心，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准备了，就是不知道发行部这次为了冲业绩又有什么突发奇想。对的，那是他们的责任，我们编辑部尽量配合就是了。不过你要记得，发行部跟我们编辑部呢，我们是战友，不是敌人啊。明白。夏老师这么说，你就尽量配合他们吧。于主编，恭喜恭喜啊！这索恒总算是回来了，但我友情提示一下，别忘了杨总的条件。周川老师已经答应把他的新书签给我了。口说无凭啊，合同呢？梁主任，书展在即，您不在发行部主持大局，天天跑我们编辑部来干什么呀？就算杨总给您特权，您这手未免伸的也太长了吧？哎，这个于主编，你别误会啊，梁主任呢也是过来跟我沟通一下书展的事儿。还有你，老苗，看看自己脖子上挂那工牌上写的什么？编辑2部副主编，我是主编。梁主任就算有什么事儿应该找我，为什么老来找你啊？哎呀，于主编，那么深的等级观念呢，这封建糟粕要不得。现在都是为了工作，什么主的副的重要吗？哎，梁主任，此话差矣，这话是您自己说的，无规矩不成方圆，这么快就忘了？是，我是不在意什么上下级关系、等级关系，我就知道做编辑最大的规矩就是带好自己的作者。是，于主编，我知道了。小鸟，还有你，你跟初里一样，进来时间不长，千万别给我学那些拜高踩低、偷机取巧的歪路子。知道了，主编。哇哦，威风威风！于主编太威风了。孩子们，你们有这么好的领导，每天耳提面命地指导你们，你们一定会成功的。你们能成大事儿。哎呀，羡慕羡慕！哎，真的是。梁主任，再提醒您一句啊，巧克力别吃太多，容易上火。哎呀，你这过分了啊，失态了都。梁主任，等会儿我。于主编，你刚才真的是太帅了。哎呀，人家都说你跟我当年很像，但我觉得一点都不像。怎么可能？我哪里比得上你呀？你比我强多了。于主编刚才是在夸我吗？泽恒老师，你换了一个风格，还一下子真没认出你。想趁着这次机会，做一个全新的自己。哦，对了，上午刚跟于主编夏老师开过会，大家一致觉得第3个选题非常有意思，尤其是夏老师让我转告您，问您能不能对那个法部传六耳。对，法部传六耳有没有新的解释？
我还以为你们不会选这个选题呢，又跟我说不谈恋爱、不卖萌的题材不会有人看。谁说文档就不能自带气场？你发过来3个文件的时候，这个文档上就差自带6个字加粗大标题：选我，选我，选我。我知道你就想写这个，对不对？其实我都已经想好了，就算你们3个题材一个都不选，就算我再也不能在月光上面连载，但是我不会气馁的，我会不停地写，一直写，直到再写出一部好的作品，不让我的读者失望。不知道我能不能有这个机会陪伴这部好作品的诞生。在我看来，想要创造出一部好的作品，首先作者是要怀着很大的热情去写它的。所以，加油啊，索恒老师！谢谢你，初丽。还有一件事，其实于主编一直很关心你。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只是不知道在见到他的时候我该说些什么。不过我觉得现在的状态挺好的，大家过各自的生活，不再互相埋怨，不再互相误解，也不会再为了彼此造成对方的压力。我之前是太依赖他了，我现在想清楚了，你自己的问题，只能你自己去解决和面对。这么晚了还出去啊？之前就约好了和姜老师一起去看电影。我在家里辛辛苦苦码字，你跟别的男人出去看电影？哎，你不要搞得我好像脚踏2只船的负心汉一样。你码字是为了你自己。你再说一遍。老师，我错了，你码字辛苦了。那个吃完饭你就把碗放在桌上就好了，等我回来写啊。老师加油，你辛苦了。喂，北谷百尺，有没有电影票？没头没脑的，自己不会买吗？我要有固定位置的。江雨晨拐着我家小编辑去看电影去了，2个人居然偷偷背着我约会，我现在才知道。关我什么事儿？别装了，我打听过了，他们看的是碎3朵的电影。碎3朵当年和你们的关系我可是知道的啊。江雨晨有票，你肯定也有邻座的票。5分钟后小区门口见，挂了，拜拜。谢谢。你在编辑部的工作很多吧？我看你一直在看手机。不是，是周川老师，从我跨出家门开始就一直在问我什么电影，以前也没见他对文艺片这么感兴趣过。怕他是不放心吧？这有什么好不放心的？咱俩又不是什么陌生人。不好意思，过一下。顾总监。周川老师，你们俩也来看电影？麻烦挪一下位置，我要坐哪？我不挪，你跟谁来的跟谁坐。谁让我挪的？你没听见啊？跟谁来的跟谁坐啊？我不就坐在你旁边吗？难道你是跟我来的？你们也可以不用来啊。你当电影院是你家呀？你让我挪我就挪。反正我就坐这个位置，这儿是电影院的中心，我看着爽。这4个位置都是屏幕中心，你是不是最近眼睛是有斜视还是怎么样？看个电影还要争 C 位，你是来走红毯的吗？我看他这装扮像。你们几个挪来挪去的，商量好了没有？这电影马上就要开场了。行，起来起来。
是真的，他就是蓄意做神秘的谎言。处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周川最近写书，我怕他太累了，我怕他疲劳驾驶。喂，我去把车开出来啊！我正好路上有点工作要跟你聊。周川，这么晚还要聊工作，你这个编辑做的不错吗？还好还好，没想到碎三朵老师这个电影讲的竟然是男女主网恋的事。他们都网恋3年了，怎么都没想着见一面呢？你和胡立军认识3年，也没见过面吧？我提过啊，可是被他拒。姜老师怎么知道我和胡立军认识3年的？还愣着干嘛？快上车啊！江雨晨，你负责把顾白羽送回去啊！快上车啊！啊，来啦！那我先走了。慢点啊！方便吗？不方便就算了。走吧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首歌？我不知道啊，但是我也喜欢这首歌。你不知道怎么可能？哎，你肯定是偷看了我的歌单吧？幼稚，是不是啊？没有了。不说。不好意思。你打算哪天回去啊？票买好了吗？这么累啊？几点了？怎么还不睡啊？睡不着。怎么人都傻了？周川老师，我怀疑姜老师就是胡立军。什么？是啊，我早该想到的。胡立军的全名是消失的胡立军。姜老师的成名作就是《消失的》系列啊！这你都能联想到？想想看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还能有谁比姜雨晨更了解你？如果要有一个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模仿出你的文风，那就只能是姜雨晨了。这么简单的事情，我早该想到的。你再说一遍，轻而易举模仿出周川的文风。埋汰谁呢？谁可以啊？姜雨晨？
我还大言不惭地说狐狸君就是我的男朋友，我还每天去跟他吐槽圈子里的画手和作者，因为我以为他是圈外人，而且我还在他面前讲了很多你的坏话。别傻了，我才是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？所以你才在否认自己就是狐狸君的时候如此铿锵有力。在我在帮你拼命卖书的时候，你和姜老师竟然把这种惊天大秘密捂得严严实实的，你们俩的良心难道不会痛吗？我知道个头，怪不得我说了我喜欢狐狸君，但姜老师还是要继续追求我。原来他们俩根本就是同一个人啊！我们两个原来是双向喜欢啊！你脑子，你也怀疑过我是狐狸君啊？你怎么不觉得我俩是双向喜欢呢？咱俩喝完酒之后，不还做了这个那个的事儿吗？咱们不是说好了不提那件事情了吗？而且你也没有像姜老师一样对我表白过啊。是，所以你现在就是兴奋在这儿睡不着觉，然后明天早上打算一早就去跟江雨晨表白，说我也喜欢你，是不是？你干嘛突然生气？哎，大晚上的你要去哪儿？谁啊？江雨晨，你背着我跟处理说了什么？让他这么相信你就是狐狸君？啊？我不知道啊，他没问过我。他就跟你出去看了一次电影，回来就确定你就是狐狸君。不是都什么年代了，还在玩狸猫换太子这种冒名顶替的游戏？你冷静一点，我还什么都没有来得及和处理说呢，你和顾白芷就来了。我不管，我今天必须要个说法。为什么呢？你去取车那会儿，你和狐狸君认识3年，也没见过面吧？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你们认识了几年，会不会是因为这个？江雨晨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故意让他觉得你就是狐狸君？哎，你哥我追个姑娘还得冒充你，但我这辈子都追不上了吧？哎，他现在觉得你就是狐狸君，是我俩联合起来哄他玩的。不仅被你冒名顶替了，我还称你共犯了。你不是共犯，你是主犯。狐狸君不就是你吗？我才是无辜躺枪的那个。要不然我去主动找他说清楚，主动招供，应该可以加点分的。不是你敢抓你？啊！如果处理之后问你是不是狐狸君，打死都不许承认，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那你慢慢吃，我有事先出去一趟。大早上你去哪儿啊？坐下。老师，洛河神书限定首发日，你不去看一下？不去吧，人挤人的，去那儿干嘛呀？去看看你的书有多好卖啊！不去。吃不吃早餐？不用顾左右而言他，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还在想狐狸君是不是江雨晨，对不对？你问过他本人吗？还没有，我就是心里很忐忑，万一他真的是狐狸君怎么办？你当是街上的扭蛋机呢？
投币就得男友一枚，又高又帅。江雨晨都33，他快奔4了。什么概念？你知不知道？就是你刚出生，张着嘴想要等喝奶的时候，人家已经上小学开始背唐诗了。什么男朋友啊？还说自己不是往那个方向想，那你脸红什么呀？你现在就给我打电话问他本人，问清楚了。不用啦，我已经和姜老师约好去他家见面聊这件事情。去他家？你知道他家在哪儿吗？要不然我送你去。他已经把定位发给我，我能找到的。我先走了。我。来了，进来吧。谢谢姜老师。哇！前面跟您打电话，听您的声音，以为打扰您休息了。啊，睡一晚上没睡好。坐吧。老师，我有件事情想问您。你是不是狐狸君？不行，初里这么自投罗网送上门去，这姓姜的万一心一横，真承认自己就是狐狸君了，那我怎么办？又或者他直接告诉初里我就是狐狸君，那我更难办了，初里非得恨死我不行。你也觉得这事儿危险是不是？我也越想越不对。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谢谢。为什么你会觉得我就是狐狸君？因为之前我从来没有和您说过我认识狐狸君3年这件事，昨天您直接就脱口而出了。初里，如果我就是狐狸君，你打算怎么做？我之前和您说过，我喜欢狐狸君。如果你真的是的话，我只能和我在一起吗？这个江雨晨到底想干什么？怎么断了？您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你刚才这番话，简直就是在诱惑我承认自己就是狐狸君。但是我不想骗你，我不是。那您怎么会知道我和狐狸君的事？因为你去年发过一条微博，提到过你认识一个很好的网友2年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如果你喜欢一个女孩子呢，你就会想了解她多一些。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顶替别人的身份来讨取你的好感。况且你早晚会知道狐狸君是谁的。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初里，知道我不是狐狸君，你是失望多一些，还是庆幸多一些？姜老师，无论您是不是狐狸君，您都是我最喜欢的作家。
江雨成。江雨成，你发什么疯啊？什么叫只能跟你在一起啊？你这个流氓小人鼠辈！喝咖啡吧。挂我屌！你来晚了，人已经走了。我不是来找他的，我是来找你的。我已经都跟他说了。不行了，小赵，你这个力度连蚊子都拍不死。来，我给你打个样。行，好啊，继续。来，你也别收着啊，小江。我不收着，来来来来。就你这多兵先刀腿。呀，你我。歇一会儿。不行了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先生您好，我们这是健身会馆，先生您看我们这有优惠，您需不需要？我不需要。谁啊？推销电话。怎么着？还继续吗？我先喝口水。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每次你一碰到处理的事儿就这么激动？没想过。我跟他说我不是狐狸君。你是喜欢处理吧？不知道。你小子就是嘴硬，我看你啊就是欠打。啊，那行，咱们再来。我也想喝口水啊。我退出。从今以后，处理只是我的编辑。怎么就突然想通了呀？谁让你是我弟呢？我劝你，还是早点跟处理说你是狐狸君这事儿，省得到时候让他发现了，都不好收场。擦擦吧，一嘴的血。来，你也擦来。回来了。哎，你这是受伤了？和谁打架了？不小心摔了一跤。看样子是脸着地呢。痛吧？叫你不学好出去打架。感情你这是在处罚我呀？我是在替你妈妈教育你。这可不是哑巴妈妈。你故意的吧？知道江雨辰不是狐狸君，拿我撒气儿是吧？你怎么知道他不是？我猜的。怎么，知道他不是，很遗憾啊？一下子连着认错2个人，能不遗憾吗？其实，我……哎呀，算了算了，不纠结了。说不定就跟你说的一样，人家只是个还在读书的小屁孩罢了。
哎，对了，老师，过年前准备什么时候回老家？大年30吧。那太好了，来得及。书展后，要不咱们就把合同签了吧？这么迫不及待？我是迫不及待回家过年。你那么喜欢过年？当然啦，年夜饭多好吃啊！想到年夜饭的那些大肘子呀、鸡汤啊、大鱼大肉啊，饱饱饭让我口水都要流下来啦。哎呀，我们社还是很重视漯河神书的嘛，把全国首发日放到了今天，看着标版的标语，多霸气！漯河神书首映100万火热预售中，2019年度第一影响力作品横空出世。马行部的标语就是简单粗暴。挪过来，放这儿。辛顿居然请来了莫雷尔，限时半小时签售别枝金雀。听说莫雷尔除了别枝金雀外，今年和明年还有2部电影同名系列小说将在全球出16个不同语言版本，其中辛顿已经埋下1部了。周川如果知道自己的展板和莫雷尔的放在一起，一定能高兴的一天码3万个字。周川老师的确很尊重莫雷尔，他简直就是迷恋。这个世界上有2部电影的台词他能倒背如流，一部是《狮子王》，还有一部就是莫雷尔老师的电影处女作。每次出国还要去淘一盘莫雷尔的光碟，他家电视机柜下面的抽屉都快放不下了。他怎么对周川老师家这么熟悉啊？他就是那种不管心里多喜欢、多欣赏对方，都一定不会主动说出口的人。矫情、别扭，这种矫情应该是从小养成的吧？毕竟他是连吃苹果都要削成小兔子的形状才肯吃的人。你在说谁矫情呢？有才华的人脾气都会古怪了些，还挺有趣的。真希望我们能有机会成为队友，而不仅仅是对手。怎么周川老师的事情他都知道啊？他说的也不一定都是事实啊。也是。不过他刚才是想挖你去辛顿吗？啊？我才不会去看抽屉里有没有光盘呢。不就是知道有一抽屉光盘嘛？我还知道西京老师每天喜欢抱着卡通玩偶睡觉呢。我才不会去试探他吃苹果是不是真的要切成兔子样。我这是在干什么？我最近真的很不正常。周川老师。那个，你新书首发当日，辛顿请了莫雷尔老师来做别枝金雀的签售，限时半小时。是吗？这么淡定？你的前任编辑没告诉你这件事情吗？啊？梁主任还说了，他建议，我们可以请一些水军，到时候挥舞着双臂，热情洋溢买你的书，给你撑撑场面。不过需要你自己承担一些费用。啊？后面藏什么呢？
没什么。拿出来。这贡品可以啊，挺甜的。你真的喜欢吃兔子形状的苹果啊？什么？真的假的呀？不就吃那个苹果吗？你这是什么表情啊？搞得像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一样。那之前我给你切的苹果就不是苹果了。还有，我说的这个苹果是切给你吃的嘛？不是给我吃的，那给谁吃的呀？二狗啊，他只吃荤的，不吃素的。我是切给我自己吃的。是吗？你这么精致啊？这是我自己吃的，一个都不给你留。好了好了，我不跟你抢，我不跟你抢啊！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小兔子苹果？我不知道啊，这个苹果就是我切给我自己吃的。是今天顾总监告诉我的，他还说了你有一抽屉光盘。你这又是什么表情？吃醋了啊？怎么可能？谁吃醋了？她只是你的前任编辑，又不是前任女友。就算是前任女友，也没什么关系。我是你的现任编辑，为什么你告诉他不告诉我？我没有告诉他，是江雨晨那个大嘴怪说的。姜老师说的。那周川老师，你喜欢吃就多吃点。说吧，想知道什么？我一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那你喜欢什么颜色？黑色。你喜欢什么数字13。好像藏起来，像犯错的小孩，心跳忽然多了一拍。当你看过来，当万物皆可爱，怎么只有自己奇怪 ？I've got a million ways，却说不出